台防务部门新任负责人顾立雄将于6号赴立法机构进行业务报告，相关内容提前被发布。除了针对大陆的汉光演习、构建不对称战力等内容外，还重点包括所谓台美军事合作，当中还披露美方去年对台所谓军事援助的具体数额。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会正计划加大对台所谓军事援助的幅度。与此同时，美国多家军火商代表集体窜台出席相关防务产业论坛。这一系列美台军事勾连动作背后有何关联？又能多大程度影响台海局势发展？来看看报道。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新任负责人辜立雄将于6号前往台立法机构首次进行业务报告，并接受质询。台防务部门4号送交立法机构的报告内容显示，面对区域安全情势变化，中国大陆持续对台军事威慑等严峻挑战，台军持续推动各项建军备战工作。 报告列出11项所谓施政计划，包括掌握敌情威胁、汉光演习、实战化训练、提升作战韧性、建构不对称战力、台美军事合作以及推动防务自主等。 报告提到，今年的汉光军演实兵演练计划于7月22号至26号，以整体防空、联合截击作战及联合本土防卫作战等防卫作战进程，实施实兵与部分实弹操演。在整体防空作战阶段，采用3军防空部队与海空兵力实兵对抗方式来执行防空作战任务，以提升联合防护能力。联合截击作战阶段，则统合海上、空中兵力、岸置火力与海巡等单位，于本岛海空域遂行反封锁护航及滨海打击作战操演。在联合本土防卫作战阶段，则由作战区指挥并管制责任地境内各部队遂行近岸防御、反扫雷破障、反登陆、反空降作战、关键基础设施防护与城乡守备实兵对抗演练。 在建构不对称战力部分，报告提到，将以精准、机动、致命、分散、可存活性及具体成本效益的不对称建军目标进行兵力整建。在自主部分，筹建陆基舰2新型野战防空系统、高效能舰艇、潜艇原型艇、各型无人机、雄升陆基巡航导弹及万箭飞弹等装备。在对美军购部分，则筹购爱国者3型增程防空导弹、海马斯精准火力打击系统、鱼叉导弹海岸防卫系统、F-16V 战机及空对地、对空、对海之远距精准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披露，美国国会在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行政部门运用所谓对外军事融资、总统提用权等方式，协助台当局提升现代防卫作战能力。法案通过后，台湾在2023年获得1.35亿美元无偿对外军事融资。此外，去年7月，美方还以总统提用权方式对台提供3.45亿美元军事装备。在报告内容发布的几乎同时， 美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当地时间3号公布2025财政年度预算案相关法案，主张提供台湾方面5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不仅高于去年拨付的1.35亿美元，也高于美国国会今年3月通过的综合拨款法案，提供台湾方面不少于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 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其负责的对外军事融资计划是美国重要外交政策工具。通过美国提供的援助款，让联盟伙伴和友好国家取得美国的军备、服务和培训，促进区域和全球稳定，强化军事能力，促进军事关系，有利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国内政，但由于历史原因，使得这一问题形成了中国大陆、台湾方面和美国的3方博弈。而正是美国的长期介入，阻碍了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并不断以对台军事勾连的方式，持续对台海局势施加负面影响。尤其是赖清德520讲话释放台独告白后，美台军事勾连 仍变本加厉，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的理解就是在这个3方游戏里面，美国要决心打台湾牌了，然后台独分子吧决心要闹事儿了，是吧？所以3方里面2方要闹事儿，实际上那个是非常危险的局势啊。那么现在他们有一个具体的点在挑衅，就是加强军备嘛。台湾方面在加强，美国也在支持。 所以实际上，我的感觉啊，就是这3方游戏正在走向冲突。
而且我觉得原因不是我们中国大陆，而是那两方要闹事儿，台独分子和海外干预势力，叫国际干预势力要闹事儿。美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3号发表的新闻稿中，还主张向台湾方面提供最多20亿美元的贷款和贷款担保，以强化其所谓核阻力。台湾地区前民意代表郭正亮4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就揭露，美国的国会老爷之所以频频打台湾牌，实际上是因为当中水很深，可以借机捞油水。美国有要决定给台湾这个一些军事融资嘛？那融资通常都是给库存的军品。对。那很多人都说这里面有国会议员的零用钱啊。因为那个是美国指定的，就是美国决定给你什么你就收什么。对。那可能会有炮弹啊，那零组件啊，之类的。那因为是库存的，所以它的造价事实上都比较便宜。可是它是用市价给你。对，它是用市价给你。所以当然会有很多议员有兴趣了。耐人寻味的是，在美国国会就下一财年预算案中涉台部分提出援助及融资建议后，由27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4号抵台。知情人士表示，代表团规模相较去年的25家稍微增加，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格等美国军火大企业，其中部分企业已经被中方制裁。在美军火商代表团窜台期间，除了就无人机、军工产业等能力问题与岛内军工从业者交换意见以外，美方还将参访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与汉翔公司，并拜会民进党当局。而此行的重头戏将是6号举行的台美防务产业论坛，让台湾厂商介绍目前岛内军工产业能力，并让岛内本土军工企业寻求与外商合作的机会。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前司令鲁德中将出席开幕式。有分析指出，台海形势紧张之下，美国军火商们嗅到了发财的机会，组织大规模访台的背后，势必有来自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无形之手。金灿荣认为，相比美国军火商着眼自身金钱利益介入台湾问题，若美方妄图通过对台军事勾连，妄图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显然是打错了算盘。因为坦白讲啊，美国卖再多武器给台湾是不改变这个整个力量对比的，知道吧？在台海，我们应该是压倒性的优势吧。然后在中美之间，我们在西太平洋现在应该讲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所以呢，我的感觉啊，是美国战略家正在犯历史性错误。大批美国政客、军火商到台湾推销武器，犹如过江之鲫。但近期公布的多项美国对台军售至今尚未交付。台当局审计部门去年公布报告指，截至2022年正在执行的美国对台军售项目总金额为约1.68万亿元新台币，而尚未交付的装备就将近一半，价值高达8300亿元新台币。不过，美国国防新闻周刊近日报道称，五角大楼特设一个所谓对台高级整合小组的秘密小组。最近一次会议在5月下旬举行，主要任务是提高对台军售军援效率和协调工作，意味着将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但岛内前民代郭正亮4号就在政论节目中以 F-16V 为例，称这样的秘密小组实在是没什么用。因为那个秘密小组啊，坦白说了，如果是针对我们真的军购的190亿美元的欠货，对，坦白讲他也要不到了，因为那个完全就是产能来不及的问题了。比如说 F-16V 啦啊，或者是海马士啦，或者是自走炮啦，我认为他来也没有用啊，成立秘密小组也没用啊。我看那个秘密小组是在处理融资的居多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内容4号公布。当再度被问及到会否派兵防卫台湾，此前曾3次公开确认的拜登，这次的回应是要视情况而定。但他称，美国将继续向台湾提供军事能力，并一直与该地区的盟友进行磋商。《时代周刊》又追问是否可能从菲律宾或日本基地发动攻击，拜登则拒绝回答。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回应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施压和威胁都丝毫动摇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本质和野心，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恪守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武装台湾，停止以任何方式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